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我的频道。祝愿你在挖派的路上每天都是好心情。这个时代，没有足够的金钱会引发许多烦恼，几乎所有事情都需要金钱支持，因此缺钱会让人寸步难行。然而，如果人人都有足够的钱，那么烦恼将大大减少。在这个背景下，Pi Network 主网的出现会为80%的人提供了消除烦恼的机会。Pi 币目前不是钱，但是只要你拥有，就可以换成您想要的物品。Pi Network 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项目，它的主要目标是构建一个 Web3 时代的开放式平台，为普通人提供更多的机会和福利。与传统的加密货币项目不同， Pi Network 采用了创新的共识算法，即通过参与挖矿的方式来获得代币奖励。这个算法使得任何人都能够以相对低门槛参与，而不仅仅是那些拥有专业矿机的人。这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参与加密货币领域的机会。同时 ，Pi Network 注重用户的安全。Pi Network 可以享受更安全和自由的参与体验。此外 ，Pi Network 强调社区的重要性，通过建立一个庞大的社区网络。Pi Network 鼓励用户之间的合作和相互支持，共同推动 Pi 的发展和应用。这种社区的力量使得 Pi Network 在推广和普及过程中具备了更大的优势。然而，尽管 Pi Network 的主网可以解决80%的人的烦恼，仍然有20%的人由于各种原因错失了这个机会。有些人可能被人欺骗或被误导，错过了参与的机会。但从全球范围来看，Pi Network 仍然是最友好的加密货币项目之一。创始人尼古拉斯曾表示 ，Pi Network 的 Web3 是为普通人服务的，旨在构建一个 Web3 时代。当前 ，Web3 的研究已在全球范围内正式展开，这个时代才刚刚开始。全球第一个全面开放 Web3 的城市是香港，但是才刚刚开始。与此同时 ，Pi Network 已经在发展了4年之久。根据最新消息，阿里云推出了一个开源项目，正在帮助无数企业实现 Web3。然而，与 Pi Network 的底层技术相比，它的差距还很大。尽管阿里云采用了区块链技术，但缺乏公有链的支持，在 Web3 时代显然不具备优势。在 Web3 的时代，去中心化是不可或缺的。要实现应用的去中心化，就必须建立在 Web3 的底层技术之上。而目前还没有人能够达到这一点。换言而之，只有 Pi Network 的开放式平台，才能让无数企业迈入真正的 Web3 时代。为什么这样讲一个区块链 Web3 的平台？第一个是要亲民，人人可以参与其中；第二就是没有门槛。这样来放眼望去，只有 Pi Network 已经实现了，未来的生态价值将非常巨大。因此 ，Pi Network 的主网将能够解决80%的人的烦恼。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因此，对于我们所遇到的所有事情，从有意向到实际行动，确定目标后，减少多余的担忧，先行动起来才是达到目标的捷径。如果我们过于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反而什么都做不好。尤其是对于 Pi Network 这样的项目，如果我们担心进展缓慢而放弃，那只是自己的损失。对于 Pi Network 而言，根本不是问题。一旦 Pi Network 的主网开放，就不会缺少参与者，更不会缺少企业的加入。所以，个人能否实现自己的愿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选择。只要 Pi Network 不放弃，我们也不会放弃。我们将一直陪伴 Pi Network， 直到最后。Pi Network 作为一个具有潜力的加密货币项目，有着许多吸引人的特点和优势。首先，Pi Network 采用了创新的共识算法，通过参与挖矿获得代币奖励，无需大量的计算资源和能源消耗，这使得任何人都能以较低门槛参与，而不仅限于拥有专业矿机的人。加入 Pi Network， 进一步推动其生态系统的繁荣和发展。此外，主网上线也意味着派代币的正式发行和流通。目前，派代币仍处于测试阶段，尚未正式上线交易。然而，一旦主网上线，派代币将有机会在更广泛的市场上进行交易，为持有者带来更多的价值。这将为用户提供更多的机会。我在这里友情提示 ，Pi Network 是一个好生态，但是你要想参与区块链，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例如参与交易、投资和价值增长。总结而言，当考虑参与 Pi Network 或其他加密货币项目时，自己必须要有自己的判断能力，比如社区参与度，评估项目的社区参与度和活跃程度。一个积极、支持和活跃的社区可以为项目的发展和推广提供重要的支持。项目的可行性和进展，为什么它要发展那么久？要去了解项目的可行性和进展情况，检查项目的路线图、开发进度和已实现的里程碑，以评估项目的可靠性和前景。还有安全性和风险管理，要去关注项目的安全性和风险管理措施。加密货币领域存在许多安全风险，包括网络攻击和盗窃。了解项目采取的安全措施和风险管理策略是非常重要的。还有长期投资潜力，评估项目的长期投资潜力，有没有后续的造血功能。虽然短期投机可能带来快速的回报，但长期投资潜力是一个更重要的考量因素。考虑项目的长期可持续性、发展规划和市场接受度。个人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考虑自己的个人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只投入你可以承受损失的资金，并确保你的投资组合与你的财务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信息来源和研究渠道。获取可靠和权威的信息是重要的。依靠官方网站、白皮书、社区论坛和可信媒体渠道获取项目信息，并与其他投资者和专业人士进行讨论和交流。技术支持和用户体验。考虑项目的技术支持和用户体验。一个稳定的技术基础和用户友好的界面可以提供更好的交易和使用体验。退出策略。制定合理的退出策略。考虑在何时和如何出售或转移你的加密货币资产，以便实现投资目标。请注意，这些建议仅供参考，投资决策应基于个人的判断和风险评估。2023年，作为 Pi Network 的先锋，我们应该抓紧时间学习，深入了解 Web3， 理解区块链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对于尼古拉斯博士的 Pi Network 和 Web3， 我们不能轻言放弃，也不能怠慢，而是要跟随其步伐，了解项目的进展和核心内容。在学习过程中，我们需要避免过于分散精力，因为这个时代正在来临。我们只需要掌握其中1-2个关键点就足够了。首先，要正确理解钱包的知识，包括如何使用钱包和如何保存助记词等。这是 Pi Network 参与的基础，需要我们仔细研究并掌握。此外，我们还应该对 Pi Network 的商业模式进行深入研究，了解生态系统落地后，我们自己可以如何参与其中。与此同时，我们要学会与优秀的人交流并建立友谊，学会利他主义，多帮助他人，因为这样不仅可以帮助他人，也能帮助自己成长。在2023年，我们不需要参加任何需要花费大量金钱的线下会议，而是要谨慎考虑并选择最有价值的活动。如果条件允许，最好成为 Pi Network 的节点，积极参与网络的建设。关于尼古拉斯博士的 Web3 项目，目前情况如何呢？实名认证已经在全球开放，并且已经在170多个国家基本完成，只剩下中文区尚未完成，但将会分批进行。预计5月份至少一半的人将完成实名认证。到了6月，大多数人都能够提交资料了。Pi Network 的生态系统目前已经基本成熟，并且不断有新的生态对接和迁移到开放网络上。尼古拉斯博士目前在斯坦福大学进行演讲，并与一些强大的财团和资本进行讨论和合作邀请。整个系统基本成熟，只剩下一些细节和实名认证等待完善。总的来说，2023年主网的条件很快就会成熟。即将到来的好时代对于普通人来说非常友善，因为大家对于区块链等新技术的认知都有了很大的提升。未来的世界将变得更加精彩，我们要紧紧抓住机会，不要错过它。因此，让我们保持清醒，时刻关注 Pi Network 和 Web3 的发展动态。感谢观看，下期再见。